然后他有实际的动作，中国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他们。台湾省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台湾人今天是不习近平的老婆。昨天日本外务省官员离开中国后，中共媒体跟小粉红们看图说故事。他们说，你看日本官员微微鞠躬，像是一个下属在听上司的告诫一样。所以这证明了日本怕了，日本怂了。你看我们中国官员手插口袋对日本官员训话，但事实上是中日双方昨天谈崩了。日本在昨天晚上7点多，各大媒体发布谈判结果，日方代表拒绝撤回高市早苗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相关言论。其次就是抗议驻日中国领事馆薛健说要斩首高市早苗的发言。第三个就是日本治安是相对良好的，请收回中国说因为日本治安不好而进行这个旅游危害的相关警示言论。所以我想问一下，日本怂在哪里呢？没有答应任何一个条件，反而跟中国提出了更多需要中国道歉的条例。而日本人在得知中国媒体这样嘲笑跟歪曲日本官员的传统外交礼仪之后，非常恼火。很多日本人觉得这是我们国家日常对他人的一个外交礼节，反而是中共官员没有外交礼节。小粉红却把这个无礼当作胜利，也把礼貌当作是胆小懦弱。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官员一直在晚清化，在清朝末年化，对不对？以前大清的官员也是这样明明战争是你打输的，英国谈判外交使来跟你谈，却上报说，你看英国怂了，英国怕了，英国跑来我的领土跟我谈判，而不是我过去，所以是他怂了。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面对礼仪之邦，我们应该以礼待之。面对战狼流氓，面对中共以及被他洗脑的小粉红们，你只能跟他硬刚到底。狭路相逢勇者胜，你的任何礼貌都会被曲解成因为你弱小，你怕了，所以你必须对我有礼，因为你对我无礼，我就会扇你2巴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嘛，对店员对下属对子女对学生很多情况也是这样子。曾经有一个中国朋友也跟我说过，他在那个环境也只能那个样子，但是他来到台湾，去到美国之后，环境可以使人改变，所以他渐渐的没有以前那样子战狼了。而他也说到，如果他在中国没有那个样子的话，会无法生存。他们在中国是不敢随意帮助跌倒或是车祸的人，除非过了一段时间观察，确定他不是碰瓷的，才有可能会帮。一些店家也会坑你，如果你越礼貌，他越不屌你，他看你好欺负，他觉得你为什么这么有礼貌因为你社会地位肯定不如他，你买不起是吧？所以你只能比他凶，让他觉得你平时也是这样凶人，因为你有这个本钱凶人，所以你的社会地位一定是比我高的，我要对你有礼貌。曾经有很多这个中国有名的人士也说过嘛，中国人跟中国人相见，第一个在想就是在打量你社会地位比我高还是比我低？你比我高的话，我要对你很有礼貌；你比我低的话，我要对你战狼。不能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啦，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不否认。很多事物，中国的社会氛围就是看表面。昨天影片我也稍微提到，任何外貌或是高楼大厦等等，都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要维持住表面功夫，只要表面赢过欧美日韩台湾，中国就等于赢了。因为有任何负面的事情，我们家丑不可外扬，我们政府也会压下来，所以等于我们没有任何的破事。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中国官方警告中国公民前往日本发布的这个警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纪美开记者会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回应的。いずれにしても何か気に入ら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すぐに経済的威圧をしてくるところに対して依存しすぎるということは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リスクだけでなく様々な観光の対してもリスクではあるので、リスクの低減をそれぞれ常日頃みんなが考えながら経済を回し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いうふうに個人的には考えています。说得很明确如果去过度依赖一个动不动就各种制裁你各种手段，那大家就要去思考一下了，要怎么降低这样的风险？而这样的国家或是这样的人是值得寄托的吗？其实我们都明白嘛，中共这样的流氓国家，只要他不爽，他就随时可以斩首你，甚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常常跑去钓鱼岛南海作乱，危害整个印太安全。
动不动就不顾中国公民的意愿常常代表14亿人民的意志。但是明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是不是一个民意选上的执政党。你可以翻译一下中国宪法，只有共产党是中国永久且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国的其他在野党叫做参政党，它是不能执政的。日本石原市市长中山义龙他也发表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没有错啊，我们首当其冲，我们更要挺台湾。然后他还说，对啊，台湾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国家。现在传出不少痛骂日本的中国旅游业跟导游业的贴文，就很好笑通常其他国家都是骂我们国家的政府，但是在中国你只能骂外国，因为你不敢骂自己的国家的政府，对吧？那中国航空业更是退款了将近50万张机票。最搞笑的就是中国有大概30-50个旅游团已经付款最后的日本旅店的那个确定钱了，就说你不能再退款就算你要取消也是不退款的。他们突然取消了行程，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政府说可以免费退款，他们以为中国政府会帮他们退款，结果呢，中国政府说的免费退款是指中国所属的航空公司才可以免费退款，但是如果你已经跟日本支付了这个钱的话，不退款。所以这些人现在钱拿不回来啊！他们痛骂的是谁？痛骂的是日本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不管中共做什么事情都是骂日本，都是骂美国，都是骂台湾，因为他们不敢骂习近平。在日本官员最近说出了跟台湾的赖政府的话是非常相似，对于抗中共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但是日本多数人民是买单的，反而是跟中共有不共戴天之仇，夺取大陆家园，有杀害100万国军跟中华民国大陆国民同胞的国民党跑去舔共，去配合中共的言论。还有一些台湾的评论人跟网红出来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日本不要干预，甚至跟着中共去附和痛骂日本首相或是日本的一切。昨天我们检调还抓到了8名军人投共，他们答应台海战争来临时会消极作战，甚至上级命令他们会直接摆烂。你以为《零日攻击》这部连续剧是演假的吗？你以为我们说27年快到是假的吗？不然中共收买这些军人，又给他们这个命令，是给钱给好玩的吗？你以为馆长没有钱跑去舔共，要去想要拿到他们的资金，弥补他在台湾投资失败几个亿的负债吗？这是馆长录音档自己说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听嘛。馆长因为最近深陷疑似收红钱的风波暂停了昨天原本应该去澳门那边疑似有中国的反贼跑去日本的中国领事馆前面播了馆长的话。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公安哪来啊？公安嘞？我们台湾人今天是不习近平的老婆，要么马上就可以干了。我都知道他老婆在干嘛嘛，老子要你拍他的屁股就拍他的屁股。习近平，赶快打过来！我给你跪了。我求解放军赶快打过来，老子准备喂你们吃子弹、吃飞弹。我笑你们一辈子都不敢打，打过来你们国家就灭亡了，中国就变成民主自由了。打过来，你把美日韩放在哪里啦？整个南海整个岛链全部都在。而且你们看这张图中国游客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韩国。泰国民众以前也表示过真的你们不来，我们都感觉变好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最近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越来越反感？日韩的民间上也是，这是为什么？而台湾面对中共的直接迫害，我们却是比这些国家还来的爱共产党更多一些。其实这是有脉络政策的，像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直接免签开放中国旅客，韩国是只有济州岛开放免签。那像首尔或是其他韩国本岛是开放中国团客的免签，就是3人以上成团必须有导游带团啦。那日本是降低了中国旅客申请日本签证的财力证明，言下之意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过去到日本，而这也代表说更多农村的、乡村的思想很红的、很共产党的，那这些人很大比例上都是小粉红所以时间久了，这些外国店家厌烦了。天天大小事闹事对吧？室内外抽烟吐痰、乱杀价的、偷窃的，是吧？韩国政府也说我们在外国人的刑事犯件中国人占了45%，而外加中共政府对外的这个战狼模式是
对国际形象越来越差嘛。那民主国家反共是需要民意的，对吧？所以我认为，即便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物极必反，他们肯定这几年会因为民意而渐渐的亲美反共的。你们想想看啊，经过马英九开放陆客，甚至自由行，加上中国的服贸等等协议，为什么后来选择了民进党跟蔡英文？当然还有反送中的事情啦，才让有民意有反共的趋势，对吧？而日本也是被中国旅客过度旅游，现在韩国也即将要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有民意的基础，是不是？而现在我们反而被保护得太好，我们不准这个来，不准那个来，所以啊，我们习惯久了就会忘记疼了，就想要回去找中共打我们几巴掌，我们疼了再回去找民进党哀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学其他国家那样呢？反其道而行，反正我硬来的会反而丢失民意嘛，是吧？那我就让你们被中共打几巴掌吧。所以我就说，马英九说不定是个反贼啊。马英九时代开放的是需要有一定财力证明、有一定水准的中国旅客才能来，都这样了，那更何况是如果连零元的都能来，都能免签，四川大凉山那种、徐州丰县铁链村的那一种都直接来，只要他凑得起买机票的钱，他就可以来，哪怕他没有返程机票，他滞留在这边。他就会闹事，他就会乱。但是中共肯定会说什么呢？我也知道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只开放特定城市或是特定的团旅。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政府就可以拿这个跟中共谈判，而且要拿上国际，让国际上知道不开放的是中共，而是中国共产党搞仇恨中国人，把中国人369等分级，并且借由这个时间把中国的户籍制度369等北京、上海户口，而且上海又分上海市跟上海郊区的户口，拿这个分级绑在一起说事情，把话语权给夺回来。而如果真的像新马地区那样对中国免签，我相信前半年蓝白肯定爽死。但是啊，别忘了山上的雪崩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我相信有不少的摇摆蓝白就会出来痛骂：为什么我的店家都是痰？为什么我的店家都是烟味？为什么我的店家怎样怎样又怎样？然后呢，你就会开始学日韩那样贴出简体字的旅游告示。而后小粉红看到你的店啊，又会针对你的店去大闹，你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告示给我看呢？你是不是在仇恨我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贴上仇恨中国的标签，但其实你没有那个意思，但他就硬要扣，到时候你也会变成一个青鸟。那这些人因为平时日常生活他受到了小粉红中共旅客的影响，他看到那个中共又在战狼的新闻，他就会带入，他就会自觉反共。所以我话说到这，你必须让他受到影响，你必须让他被打巴掌，才有民意基础。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中国人反日的影片，就是看鬼面反日，放映机放久了就会过热，让它过热，我们中国人就打倒鬼面之刃。我爱你日本，虽然我生在中国，但是我特别向往日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愿意为你去死。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原子弹。没有错，但这个跟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一点屁关系都没有。首先，这个原子弹是美国放的，而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就是我现在的国家，跟你这个马列中共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我们接着继续看，你看他在画战略图啊，3大出兵从东北啊、江苏、黄海啊、渤海出兵打日本。但是我从这个影片看出来的是什么呢？他可能缴不起电费，所以呢。他拿蜡烛，或者说中国又限电了，是吧？我们接着继续看。日本要是敢动台湾，先问我手里的棉花被，答不答应？我跟你说，全世界要动台湾、要打台湾的，只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想要打中华民国的，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被子本来是给自家厂准备的，但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免费送前线。你可以先送，你送了，国家就会打。台湾是中国的家事，谁想来搅和，先过我们14亿人这关。你看，又随随便便代表14亿了，你自己都代表不了你父母，你自己都代表不了你家小区，你要代表14亿人。车间机器不停，爱国初心不改，背后有祖国。你看后面车间只有一个工人在做，你都闲到萧条到只剩一个工人在一个车间在做了，你为什么要捐？因为你那些卖不掉、卖不出去嘛。前方有子弟兵，而我们老百姓就是最硬的后勤保障。这么有信心，14亿人做靠山，你敢不敢办一场
打日本的游行，收复台湾的游行，你敢不敢办？国家有需要，不要国家有需要。你们中国是民主国家，你要让中国看到你们的民意，出来游行，出来支持政府。在香港以前有反送中，也有爱港游行啊。你们要不要出一个爱中反日游行？你不敢。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所有日本垃圾桶厂家断供，一件垃圾桶也不够了，从我这里一点也供不了。你知道吗？就昨天有一个日本财经专家就说，中国游客就算全部不来哈，会影响0.29%的 GDP 啦。但是这个0.29%全日本国民负担的话，大概一个人钱包少20块日元。没关系，不买中国的垃圾桶，可以买越南的，可以买印度制造的。OK， 没有问题。我们接着继续看。台湾省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日本那个早苗娘们在11月7号发表的言。不是你这个头发才比较像被原子弹炸过。不是他咋又出来作妖了呢？上次看他的八卦，不是跟特朗普搞破鞋啊，不是会面吗？那家伙勾肩搭背的，不知道还以为他想卖点啥呢？咋的？只是从政了，还没从良呗。他就在讽刺高市早苗是在卖身体的。我叫早苗，我叫狼虎，我64，我75，我做个鸡，我比较虎，我投靠你了啊，大哥！哎呀妈呀，大妹子，你比我虎啊！用本山大叔的话，那就是耗子给猫当3倍，你挣钱不要命了！给特朗普吓得连夜撇清关系，表示很多盟友并不是美国的朋友。特朗普真的是这样吗？你知道美国好多官员，包括美国大使都出来呛薛剑，出来挺日本的呢。完了，史占先生了，赶紧澄清，别让别人以为是我拉的。这回咱提前说好啊，你们不许投降。当年我们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都不怕。现在好不容易钢铁有意志了，正愁找不着理由呢。抗日战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粉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躲在窑洞里面背刺国军好吗？毕竟我泱泱大国做事就是要师出有名嘛。这一次啊，可一定要保持好你现在桀骜不驯的样子。下次派出我们有意志的钢铁的时候，你们可以派出2个奥特曼斯。上次我看到有人说要美国保持桀骜不驯的样子的时候，是佩洛西访台前啦。佩洛西访台之后，每个人都崩溃了哈。例如这些影片，就是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崩溃的小粉红。怎么了？佩洛西这个报复美国，你们都还没打下来，你们就要弄日本了，笑死！不许反悔，不许投降，不许剖腹，不管你是早苗，你还是晚苗，就看你抵不抵得住我们的火苗吧。你还发表个言论，我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给你点河水你就泛滥，给个我你就下蛋，给个碗你就要饭。这不在说你们自己小粉红吗？党要你们往哪走就往哪走，党要封城就封城，党要你们吃绿化带就吃绿化带。昨天说极端封城，后天说在没有药物储备的情况下极端放开，你就得接受。我们接着看小粉红在日本的素质是怎么样哈？拿来喝，拿来洗头，我从来没看过台湾人在日本这样，我从来没看过，我也从来没看过哪个国家的人在日本这样。更别说日本人自己知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你在这边在干嘛呢？这个浅草寺的官阁里面呢是能有一个抽签的，但是日本的签是求不了中国人的幸福，中国人的幸福靠自己的。咱们也去抽一下啊！68，这个啊，朋友们，我抽到了吉签。就这种素质的旅客，让他去吗？他拿烧给死人的纸钱，我就不相信在中国的旅游景区那些寺庙是可以投纸钱的。然后他有实际的动作，中国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他们。日本的那个首相高市早苗，他那个说话，非常的不合理啊。我这个说的比较客气一点，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的实力也是比日本强很多的。大清也是这么觉得的哈。包含面对八国联军的时候，大清也是这么觉得的哈。中国国民的角度来，我非常支持咱们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这个声明，还有包括谴责。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尽量现在这个时候，既然国家都说了，尽量少去的话，还是少去。看完这些，我们来看一下我最近影片，因为有上日文 CC 字幕，确实有一些日本的观众来我的 YouTube 留言。来，这个留言说我是日本人，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优秀、值得尊敬的中国人，但是太多的中国人缺乏礼貌。基本沟通能力，即使我指出来，他们也会转移话题，就像中国的发言人最近的声明一样，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好像错在都是我们，好像我们刚刚取得了胜利，对吧？对吧？这是我刚说的，没有错吧？还有很多人就是不懂，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说实话，疫情期间，我很怀念京都的宁静和日式旅馆。最近因为过度旅游的问题很严重，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吧。
致台湾人民，让我们好好做邻居吧。也感谢你们持续捐助地震后的重建。我爱台湾凤梨。相信这个日本人应该是常去各地出差或是在做日本民宿的吧。那他也道出了最近我们在分享中国人是怎么大闹日本、大闹韩国那些人的心声啊，对吧？那另外一篇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的贴文啊，吸引了将近20万的点赞哦。谢谢你，中国，不要再来了。没有你们，我们的新干线安静又舒服；没有你们的京都恢复的典雅；没有你们的银座更适合、更舒服；没有你们的居酒屋变得更好吃；没有你们的温泉更干净；没有你们的世界更幸福。他的推特至今1700万人次观看了。好，当然了，不是我要说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就像是藤壶一样，寄生在各个国家的船只上。最后，中国宣布了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又故技重施了嘛，跟先前日本排放这个核废水的时候一样嘛，中国也禁止过。但是中国虽然那个时候扬言说日本因为排放核废水，所以会导致日本的水产品也有这个核废水的毒，所以我要禁止。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渔船却自己偷偷跑去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海洋捕捞渔获，再卖给中国人吃。这就是我说的面子要赢，啥都可以输。而中国禁止水产，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屁用，因为中国自己的水产市场最近价格是疯狂震荡，基本上价格是越来越崩，不如去年前年，而且是每个月越来越便宜，可能偶尔会回来一点啊。这个就是通说大萧条的情况。你们的鱼多到卖不出去，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突然爱吃鱼的人不吃鱼吗？错，不是不想吃啊，是买不起，要减少开销。我可能1个月吃5条，我现在1个月吃2条，因为没有钱。所以你禁止日本进口，根本就影响不了日本的内需，反而是你们的经济烂到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民生影片。外资企业，台湾厂、香港厂为什么全部都搬走了？人都跑完了，东莞要成为鬼城了。那东莞是人越来越少了？不是今天少，是几年前就开始少，老板也少了，工人也少了，人跑光了，是吧？马路上没人，你看这饭店有人吗？都在关门呐。这2天，东莞的那个叫天弘科技，几万人的一个大厂，一夜之间说关门就关门了。还有一个佛山做门窗的，叫啥？叫维亚森，对，也是一夜之间就跑路。马上到年底了，兄弟们，给你们说一个不争的事实吧，今年这个年呢不好过，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挣到钱。你要不相信，你问问他们了，你随便接机采访一下，路边采访，你问他们今天挣到钱了没有？问他们口袋里有没有钱？90%的人都是没有挣到钱。你说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我刚刚刷了个视频，开超市的几千平方的，连夜跑路，把整个超市货全部拉走。你想一下，几百万的货全部拉走，欠供应商的钱直接跑路了。下去啊，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跑路的老板会越来越多。好，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我是爸爸，下次见了，拜。